116.22米，大约相当于35层楼的高度。它也是目前地球上已知最高的生命体的极限。但如果你在任何地图软件上搜索它的名字 Hyperion， 希腊神话中穿越高空的泰坦巨神亥伯龙神，你将找不到任何确切的坐标。它的具体位置被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保密，他们甚至在 Hyperion 的周围画出了一片五角形的禁区，越界者将面临$5000的罚款和半年的监禁。今天我来到了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红山国家公园，我将徒步20公里，带着你深入探索这片养育了世界第1、2、3、5、6高树的神秘河谷腹地，去无限逼近这颗蓝色星球的生物物理穹顶。同志们早上好，好久不见。今天我来到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红山国家公园一条叫做 Redwood Creek 徒步道的停车场。其实有2条徒步路线可以相对容易到达禁区，一条是 Tall Trees Grove， 这条徒步道有上锁的大门，需要在网上预约通行证来获得密钥解锁。去年路过这儿的时候，正逢美国政府停摆，通行证停止发放。而今年6月初，我在规划行程的时候，发现一直到8月份都订光了。那么我就只剩下了另一个选择 Redwood Creek。这是一条往返30公里，中途会有几次跨溪的路线，顺着溪流一路南下，最终抵达和 Tall Trees Grove 汇合在禁区边缘的岸边。不过呢 ，NPS 会在夏天的季节里边，在这些溪流上面放上桥，方便徒步的人更容易跨溪。虽然说这条路线并不长，爬升也并不是特别高，但是我还是准备慢下来，好好欣赏欣赏这独特的景色。毕竟这玩意儿并不是世界上哪儿都能看得到的。就在即将出发之际，我在 NPS 的网站上了解到了 Redwood Creek 步道的停车场时常会有砸车偷东西的行为发生。我甚至在地图上的评论区里看到2年前一位游客在离开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就被砸了一扇车窗，所以我临时决定不在步道里过夜，当日往返完成拍摄，避免夜长梦多，给行程造成不必要的影响。我重新收拾了背包，舍弃了帐篷、睡袋等露营装备，减轻负重，方便当日快速往返。防狼喷雾这也要带，虽然说红山这边更多的是黑熊，没什么太多攻击力，但是呢，前几天网上看有人在这边看到了 Mountain Lion 山狮，这些呢都是保命必要的。现在夏天了，品种变多了，很危险，可能会有莱姆病，所以呢要做好这个防虫。这是美国的一个叫 Benz， 它是 Dietz 驱蚊胺，对蜱虫也很有效，比较浓，所以呢这个也要带上来。保证这个生命健康安全。收拾好背包，把车内物品收纳好，最后检查锁好车门窗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进入 Redwood Creek 徒步道，向着世界最高树进发。这次还是第一次扛着相机来走徒步。去年走冰川的时候就是 GoPro， 这次准备2个都用用，看看效果。这早上环境还是不错的，也没有什么人，不热不冷，湿度也非常舒服。这边还出现了像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里边 Hall of Mosses 这种苔藓类的植物，长在树上，非常有意思。可能很多人都会产生一个极其自然的直觉：世界上难道真的没有比它更高的树了吗？会不会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？说实话，这个直觉是非常合理的。在咱们国内，就在2023年，西藏发现了活体高度达101.2米的藏南柏木，瞬间成为了亚洲第1高。既然到处都存在着未知，那么为什么我们依然认为 Hyperion 的116.22米很难被超越呢？近年来，机载 LiDAR， 也就是激光雷达技术的普及，让人类第一次有能力从空中对大面积森林的林冠层进行高精度3维扫描，不需要人工进入就能识别出每一棵树的高度。正是靠着这项技术，科学家们才得以系统性的在北美、东南亚、部分非洲雨林里展开大规模的巨树普查。红山国家公园里已知最高的那批树，包括 Hyperion， 也是 LiDAR 先标记出候选目标，再由攀树者人工测量确认。所以已知最高这4个字含金量其实相当高。同时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物理学约束，科学家计算过，树木生长的绝对物理上限大概在120到130米之间，超过这个高度，树木就无法对抗地心引力，把水分泵到顶端。而 Hyperion 其实已经逼近了这个理论上限。加州北部沿海几乎每天清晨都会被厚重的海雾笼罩，这为本就高大的红山提供了额外的优势。当一棵红杉长到80-90米，水分输送开始变得吃力的时候，红杉可以用叶片直接吸收空气中的水分。
相比之下，热带雨林的树如果想长到极限高度，代价太大了，越高就越容易被风暴折断，或者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倒伏。大自然的环境约束把其他森林的上限锁死了。也许未来我们真的会在某个秘境里找到新的参天巨树，但想要突破116米的生物天花板，大自然给出的容错率已经非常之低了。尽管作为世界最高，Hyperion 也不一定会是肉眼看上去最高最震撼的红山，因为地形的起伏、视觉的远近、近排树枝的遮挡等诸多因素。当你真正站在这些巨物脚下的时候，其实你根本不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。一棵粗壮的80米的红山，若是刚好长在坡地上，它的压迫感可以轻易碾压生长在低谷的100米巨木。在这里，看起来最高和实际上最高往往是两码事。世界最高的树从来不是被看见的，它是被测出来的。真的就是想看到这个树的树顶，大概我的脑袋要抬到这个角度才能看得见它的树顶，真是太夸张的大了。但站在这片林子里，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开始困扰我：世界最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头衔？Hyperion 在2006年被发现时，高度是115.55米，而今年2026年的最新数据是116.22米，它还在涨，虽然很慢。而几公里之外，排名第2的那颗红山叫做 Helios 赫里俄斯，它目前的高度大约在114米左右，比 Hyperion 矮了不到2米，它的年生长速率比 Hyperion 更快。大自然还有2把随时可能落下的斧头，那就是闪电和风暴。每年冬季，太平洋送来的风暴正面拍上这片海岸线，排名前10的红山里，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棵在风暴中损失3到5米的树顶。一场风暴可能让排名第8的树在一夜之间跌出前20，也可能让世界第1瞬间丢掉王冠。所以，世界最高树这个头衔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它意味着在人类精确测量它的那一刻，在那个时间节点上，它或许是最高的，仅此而已。在它发芽的14世纪的那个春天，它什么都不是。在它死去后的某年，它的腐木会成为幼苗的苗床，长出新的巨树。那棵树或许比它更高，或许更低。最高这件事不是终点，是刻度，是大自然在某个坐标上、某个时刻留在时间轴上的一个标注，仅此而已。1964年，一位研究气候历史的博士生在内华达的山里，为了取年轮样本，申请砍倒了一棵 Briscon Pine 刺果松。树倒之后，他们数了年轮4862圈，这意味着当它还是种子破土而出时，人类文明正处于黎明前的混沌与初创。在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上，最原始的楔形文字符号才刚刚开始被刻下，人类第一次试图通过文字留下文明的记忆。中华大地上伏羲画卦，结网捕鱼。当古埃及法老开始建造第一座大金字塔时，他已经几百岁了。而在圣经中，当摩西劈开红海，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时候，这棵树已经在1500年的高山风雪中经历了沧桑。那棵被命名为普罗米修斯的树，在那一刻被确认为已知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体，也在同一刻陨落。40年后的2006年 ，Chris Atkins 和 Michael Taylor 在加州北部的红山林里找到了 Hyperion， 并选择不公布它的坐标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陆陆续续也有一些探险者凭借着各种线索找到了它，但几乎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。这种默契维持到了2015年，有人把 Hyperion 的坐标上传到了网上。几个月之内，打卡的人流量之多，在原本没有路的林地里踩出了一条小径。垃圾出现了，人类的排泄物出现在了树根附近。你可能觉得土壤被踩硬了，真的会有那么严重吗？其实这对红杉树来讲可能是致命的。红杉的根系极浅，一棵100米红杉的根系通常只延伸到地下3-4米，它不靠深根锚定，靠的是横向延伸、彼此交缠的根系网络。这些浅根需要松软透气的土壤才能正常吸收水分和养分。土壤一旦被采食，根系的功能就开始慢慢衰退。它不会立刻倒下，而是会从内部一年一年的枯竭。国家公园管理局划出的禁区保护的是 Hyperion 脚下整片根系网络的土壤，是这条独特的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。普罗米修斯死于傲慢的科学探索，而如今的 Hyperion 正因为过度曝光而面临生存危机。动机不同，但教训是一致的。无论带着什么样的意图，人类的靠近本身就是一种致命的破坏。真正的保护不能只靠人们的自觉，也需要法律制定强有力的规则。溪流边上
这个应该是一个熊爪印儿，这说明这边应该也经常有熊来喝水，所以还是小心点比较好。终于，我们前方的这条溪流呢，就是国家公园画出来的边界线。我们现在在溪流的这一侧，所以从法律上来讲，我们也是合法的。根据地图的方位呢 ，Hyperion 应该会是在那一边的某一个方向。对岸的树和这边没有任何区别，同样的红杉，同样的蕨类，同样的光线从树冠漏下来。Hyperion 不会把自己和周围的树区分开来，它没有更粗的树皮，没有更深的颜色，也没有任何视觉上的标记来告诉你它在哪里。红杉是高度社会性的植物，前面讲过，红杉林的根系是横向延伸、彼此交缠的网络，在这张网里，它们共享水分和养分。甚至有研究发现，当其中一棵树受到真菌侵害的时候，整个网络里的其他个体会同步提升体内单宁酸的浓度，增强自身的抗菌能力，来防止真菌蔓延感染整个群体。甚至有些白化红杉生来缺少叶绿素，针叶是白色的，完全无法进行光合作用，按理说根本不可能活着。但它们活着，靠的就是根系网络里周围的树持续向它们输送养分。一棵什么都无法产生的树，被整片森林供养着。Hyperion 不是一个孤立的奇迹，它是对面这片河谷生态系统在某一个坐标点上长得最高的一个个体。与此同时，在100米的高空，这些红杉树们正在运作着一套套独立的迷你生态系统。风把苔藓孢子、树皮碎屑、枯叶吹到枝芽的分叉处，几百年下来腐化压实，形成了悬空的土壤。最后的地方甚至会超过1米。一些蕨类和越菊灌木直接长在这层土壤上，甚至有些树苗会阴差阳错直接长在红杉顶端，形成树中树的奇观。云斑蝾螈能顺着树皮爬到顶层，在苔藓里猎食。斑纹海雀会直接把蛋产在老生红杉宽阔的树枝上孵化。因为原始老生红杉被砍伐，它们一度濒危，现在受到了联邦法律的保护。而 Hyperion 所在的这片河谷是它们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。100米高空之上，这脆弱又精密的生态，在我到来之前运转了几千年，在我离开之后还会继续。在徒步了15公里之后，我选择不跨过眼前这条溪流，不只是因为法律要求，而是因为我忽然感觉，在这些动辄存活了上千年、高达100米的生命面前，那点想要一探究竟的好奇心突然显得有些自大。站在这里，我才真正的明白，成长不在于你能够走多远，或者能够打破多少规则。最成熟的探索是懂得在极致的诱惑面前克制住占有的欲望，停下脚步，敬畏自然，从承认自己的渺小和守住边界开始。止步于此，是我对于这片巨木森林最深沉的质疑。OK， 那么这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。我准备顺着 Tall Trees Grove 走上去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心人愿意开车拉我，把我拉回到我的车边上。我是实在不太想再走差不多15公里再走回去了。那么就这样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